大家好，我是末端，欢迎来到科技梦星语。这期主要讲的是纯净 IP 申请 AWS VPS。纯净 IP 加 AWS 就像是梦吉，梦吉长得像豹子，白色的脑袋，喜欢潜伏，擅长在梦境与现实之间自由穿梭。它可以扰乱梦境与现实，让人分不清啥是真的，啥是梦。就像纯净 IP 加 AWS， 你不打开控制台，永远感觉不到它在那，但是它24小时无死角的守护你。另外一个是用 AdKeyNet 做 VPS。AdKeyNet 就像是《山海经》里的木盒，自己就长，自己就活，四季不断，随取随用。AdKeyNet 也是这样，免费的自己长，随时取用，不需要你掏钱养它，注册一下，配置一下就能用。请大家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快速看一下如何申请 AWS 的6个月免费的云端服务器啊。它需要一个纯净的 IP， 因为 AWS 的风控还是比较严的。另外需要一张银行卡，我知道大家不喜欢绑卡，我也不喜欢绑卡，但这个没法绕过。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选择绑卡的，但是这毕竟是 AWS 亚马逊的产品嘛，而且它官网也说得很清楚，6个月是免费的。那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我视频主打的是不花钱。关于纯净 IP 之前是讲过的，像这个 IP2 Free， 这个就是一个纯净的 IP。根据它官网的讲法是，注册就送10个免费的 IP， 点一下免费代理，这里就有10个免费的 IP， 但不是每一个的纯净度都很高啊，但是有纯净度高的，比如说我们试一下这个，这是一个 Tokyo 的。复制链接到这里，然后点一下检查，你会发现它的 IP 的欺诈值非常的低啊。这样的话，这个就基本上可以规避所有的 IP 风控了。但是如果你还是不满意，你可以点一下解锁额外免费代理啊。它这里有一个活动叫做每天1次，点击就送1天不限流量住宅 IP， 点一下领取，奖励已发放，点一下活动列表，在这里就会看见刚刚申请的那个活动 IP， 随便复制一个到这里来，粘贴进去，点检查，这样你也会看到它的 IP 风控值。选免费 IP 也可以，选活动 IP 也可以，只是说活动 IP 只有1000。关于如何申请 IP2 Free， 之前也是讲过的，就是这个，它的前半部分讲的就是如何申请 IP2 Free， 然后讲的是免费的公共节点池，也就是这个。有了纯净的 IP， 要怎么把它用到你的网络里去呢？近期讲的是 CFNew， 我们就继续用 CFNew。打开你的 Cloudflare， 希望你已经有一个已经部署在 Cloudflare 上的 CFNew 的项目了。如果还没有的，可以看一下这期视频。如果遇到速度是-1，可以看到这一期视频。在你项目的底下就有 CFNew 的 URL， 点一下打开。你最好要记得你自己的 UUID 啊，复制粘贴到这里按回车，这样就成功进入了面板。接下来找到 SOCKS 5配置，这个是用来做固定 IP 的。回到 CFNew 的 GitHub， 向下拉，在这里就可以找到 SOCKS 5。它有格式的要求啊，要么使用第一个格式，要么使用后面这个格式。回到 IP2 Free， 这个就是账号密码，这个就是端口。IP 自己本身就应该是 host， 我们把它按照用户密码 alt host port 这样的格式做起来。做好以后，把它复制粘贴到这里来，然后点保存配置。我们用的这个 IP 是一个美国的 IP， 等配置好以后，我们看一下 IP 是不是在美国。保存好了以后，选一个自己习惯的客户端，点一下，点 OK， 这样就复制好了。到这里来 Ctrl V， 选中新的这个分组，点一下订阅分组，更新一下当前的订阅，全选右击测个速度，还是挺多可以用的。点一下延迟，再点一下延迟，把速度最快的调上来。然后这里设一下自动，把这个设为活动，然后你输一下 What's my IP， 点一下第一个链接。这样你就会看到你的 IP 是在美国纽约 ，IP 是 204.237.212.45， 它应该就是一个美国的 IP。关于在 CFNew 里面配置 SOCKS 5，如果你觉得麻烦，你就直接点一下这个复制第2条就好了，关闭。我们实际上是因为 AWS 的风控值比较高，所以需要纯净的 IP。如果你本身的 IP 就已经足够纯净了，就没有必要。那我们接着看如何申请 AWS 的账号，点一下 Create Account， 这样就进到了注册的页面。你会需要一张银行卡，给一个邮箱，这邮箱要能收验证码，给一个账户名，这账户名可以自定义，然后点 Verify Email Address， 然后去你的邮箱里面把验证码复制粘贴过来，点 Verify，
然后给一下密码，确认一下密码，点继续。它一共有5步，接下来选免费的计划，点 Choose Free Plan， 然后是填个人的信息，填好以后点 Agree and Continue。有需要个人信息的到这里来，这里有很多免费的信息。然后就是要绑卡，那这步没有办法跳，填好以后点 Continue 这个按钮。银行卡验证通过以后，就会要设置 Region Code， 然后给一个 Phone Number 做电话验证。好了以后点发送消息，然后你手机会收到验证码，输入这个验证码，点继续，看上去就开始设置 AWS 账户了，这样就登录进来了。这是一个半年免费的账户啊。进到 AWS 账号以后，我们要去搞一个 VPS， 点一下 EC2。根据官网的讲法，一开始就会给你一个$100的账户，你不管它，反正是半年免费。点一下 Launch Instance， 这里就有很多选项了，按你自己的喜好选。我的习惯是乌班图，镜像的版本号的话，就选这个 Free Tier Eligible 的，就选它默认的这个就是。接下来是看一下 Instance Type， 点一下这个三角形的按钮。前4个都是可以免费的，用完记得关就好，选一个2和2 G 内存的就可以了。接下来是 Key Value Pair， 这是用来连到你的实例上的，也就是连到你主机上用的。点一下 Create New Key Value Pair， 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这2个选项任选一个都可以啊。点 Create Key Pair， 然后会自动要求保存公钥到你本地啊。点一下保存，在 Network Setting 底下把 HTTPS 和 HTTP 这2个选项都勾起来，其他的用默认就好。点 Launch Instance， 稍等一下，这样很快就启动了。点一下 View All Instance， 目前应该只有一个，对，只有一个。也可以看到它的状态就是 Running。那接下来自然就是要准备用 SSH 连到这个主机上，用这个命令修改一下你刚才下载的公钥的权限，用这个命令连上你的服务器，这是你的公钥。我们用的是乌班图，乌班图的用户名就叫乌班图，这是你主机的公网地址，也就是这个地址。按回车，第一次链接会问要不要链接，输入 yes， 这样就进到乌班图里了。给这个命令换成 root 权限，这样就换成了 root 的权限。清理一下，用这个命令做一下简单的环境升级，升级会需要一点时间，稍等一下。这样就升级好了。用这个命令清一下页面，用这个命令重启一下系统。但是如果你想把稳一点呢，就退出再登录，用这个命令就可以退出了。一遍不够就再来一遍，因为我们最初进入了一个 root 的权限。依旧是用这个命令连接上你的服务器，用这个命令转换到 root 权限，用这个命令清空一下页面，然后你会用到这位大神的 GitHub 仓库啊。接下来在 Quick Start 这里点一下复制命令，连接到你的云服务器，按回车，因为它这个是全自动的，你就等就好了。之前我们有讲过找云啊，如果是找云的话，端口是2053啊，这里我们就直接输入 N， 让它随机就好。这个问题是说 SSL 的证书，因为它这2个都是自动更新的，所以按一下回车就好了。有没有 IPv6 无所谓啊，按回车。现在开始安装 SSL 的证书了，它这个有默认值啊，直接按回车。好了以后就会看到这些登录的信息啊，这些登录信息要保存好。顺便说一下，你要改一下出站入站的规则啊，看一下自己主机这一个 Security Group 的名字，然后在左侧边栏点一下 Security Group， 选择这一个，因为这个就是你用的 Security Group， 点一下 Action。Outbound 一般不用改啊，因为 Outbound 默认应该是全部啊，你主要改的就是 Inbound。进来以后点一下 Add Rule， 在这里改成 All Traffic， 资源这里选的是第一个，也就是所有访问，然后点 Save Rules， 因为这一条规则是允许全部访问嘛，不用的时候最好是删掉。我这里这样做就是为了快点出结果，因为我们准备用的是3XUI，所以应该 enable 的是 TCP 和 UDP 啊，但是没关系啊，这样快速出结果，这个就改好了。复制一下这个 URL 啊，连接到浏览器，这样就可以看见面板了。根据 3XUI 官网的讲法，初始密码应该是 admin 啊，那我们这个是有配置的，我们就用我们生成的这个用户名和密码，把用户名和密码都复制粘贴好，然后点 Login， 这样就登录进来了。3XUI 之前也讲过啊，是跟找云一起用啊，它这里的用户名密码你最好是要记下来啊。当然你也可以到 Panel Settings 里面点一下 Authentication， 在这里也可以更换用户名和密码，它甚至可以打开多重验证了。那这个我就不管了。它这里应该有一个是语言设置在哪里？到 Panel Setting 底下，在 Language 底下，在这里把语言选成中文，你选你喜欢的。再次点击入站列表，点击添加入站，
随便给一个名字，安全选 Reality， 然后点创建，点这3个点的按钮。这个是订阅，这个是链接，适用于不同的客户端。我们选的是链接，然后点复制到这里面来，点一下加号，随便给一个名字，点确认，选择刚刚创建的这个分组，粘贴进去，右击测速，那结果就在这里了。有结果以后，记住回到 Security Group 底下，选择你的 Security Group， 点一下 Action， 点一下 Edit Inbound Rule， 把这条 All Traffic 的删掉啊。删完以后点 Save Rule， 这样你的 EC2 Instance 就安全了。如果你需要的时候再加进去就是了。那纯净 IP 加 AWS 免费云服务器就讲好了，然后看一下 AdKeyNet。今天听说 AdKeyNet 补货了，所以就跑过来看一下。它是一个小鸡啊，它主要是卖 Minecraft 的服务器的。关于如何申请，之前在这个视频里面已经讲过，他讲了3分云，讲了 AdKeyNet， 但是 AdKeyNet 那天是没有机器了，所以要等它补货。现在它补货了。最后一个讲的是 Cloudflare 的，最后一个实际上讲的是最新版的 Eternal。那之前已经演示过 AdKey 的如何进行注册，在这里我们就快速的演示一下，点一下注册。如果要语言，就在这里选一下语言。但是它这里有一些还是翻译的不是特别的好看，就比如说像这个都完全没有翻译，因为最好自己还有一个翻译等级，这样再点一下翻译就可以把该翻译的全部都翻译了。关掉，因为这样弄的注册界面比较乱。一定要填的是名字、姓、地址、密码，确认密码。选一个安全问题，同意条款，然后点注册。这个以前都讲过了，这次就快速的过一遍，然后准备登录进去，去拿免费的资源。有需要虚拟身份信息的，直接到这里来拿，复制粘贴就好。登录很快啊，登录进来以后就会直接到达首页，然后点订阅新服务，然后选 Board Discord。目前 Node.js 和 Python 都还有一点资源可用啊 ，Node.js 和 Python 都能用，随便选一个。虽然它就是一个1核26兆内存的，使用期只能是1个月的小鸡，但是有总比没有强，聊胜于无啊！直接点立即购买，有促销码就可以填在这里，没有就不管了，因为反正你也看到这里就是0欧元，也就是免费的。点结账，这样就会最终跳转到结账的页面。在结账页面这里选择这个应该是不需要提交任何银行信息的选项。点同意服务，点完成订购，订单号是这个，它这会有一个确认电子邮件要发送。一会儿发到我们的邮箱里面，需要确认一下。订单号要保存好，因为之后如果有问题，可以用订单号找他们客服来帮助。来到邮件这里，点一下最后一份 server installed 这个邮件，它就告诉你 server 已经好了，你可以开始用了。点一下这个 login 就可以开始用了，但是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我们已经 login 了。相同的，因为它有不同的种类的服务器，所以你可以再点一下 Board Discord。刚才是 Python， 这下我们可以弄一个 Node.js， 点一下立即购买。有促销码填促销码，没促销码直接结账。选这个，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不需要提交任何银行信息的选项。点一下打勾，同意服务条款，点完成订购。稍等一下，很快新的订单号也好了。现在就是要等邮件了，这份收的信来了，点进来看一下，确定是 Node.js， 这样我们就实际上申请了2个小鸡。一个是 Python， 一个是 Node.js。申请好服务器以后，在首页就可以看到你申请的服务器了。点一下检视详情，这样就看到它的 Python 服务器的入口。一定要更改一下密码，你可以让它生成，也可以自己改。改完以后点保存，这个密码就是 Server Panel 的密码，我是已经改好了。点资讯。改好以后，它底下就会出现这样一个 Go to Panel 的按钮，也就是 Go to 服务器的按钮。点一下这个按钮，就会进到服务器的登录界面。一开始的状态是 offline 的，也就是并没有启动。因为我们想要稳定一点，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Argo 隧道。打开你的 Cloudflare， 选一个已经托管在 Cloudflare 上的域名。我们先创建一个 Argo 隧道，然后点 Zero Trust， 然后点一下网络，点一下连接器，点一下创建隧道，选这个 Cloudflare 推荐的，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点保存隧道。这里有3个命令，随便复制一个命令，粘贴到你本地，把后面这个 token 剪出来，前面的不要，保存在本地，然后选下一步，给一个自定义的 subdomain。选一下你选好的托管在 Cloudflare 上的域名，类型 HTTP， 注释这一段粘贴到这里，端口可以是8080，我们给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端口，端口号2万到4万都可以啊。复制一下这个 domain， 粘贴到你本地，点完成设置，隧道就配好了。一开始是停用的，等会连接上的时候就会变成绿标。回到 AdKeyNet 的主机，点 Startup， Python 的版本号就使用它默认。启动的文件名叫做 app.py， 点一下 Network， 端口号是1865，这个是服务器的端口号，保存到你本地，然后到这位大神这个 GitHub 仓库里面，新很多的，先点个新，分支选成 Test，
点一下 Code 按钮，点下载 zip 文件，下载好以后解压出来。我们刚才选的是 Python 的服务器，打开它，然后打开 app.py 这个文件。为什么要打开 app.py 呢？你在 Startup 这边就可以看到，它要启动的文件的名字就叫 app.py。打开 app.py 以后，我们要做一点修改。首先要修改的是 UUID， 在网上随便找一个 UUID 的生成器，生成好以后复制一下，用你自己的 UUID 替换掉旧的 UUID。哪吒的话能不用就不用了。复制一下刚才通道的 domain， 粘贴到这里。复制一下通道的令牌，粘贴到这里。复制一下通道的端口，替换掉这个旧的端口。复制一下服务器的端口，填到 Qt， 也填到 Reality， 保存一下。其他就没什么了。你要是高兴可以改一下节点名称。保存好以后，选复制，粘贴到这里，做一下混淆，点 obfuscate now， 这样就出结果了。点一下 copy， 回到 app.py， 选替换，再次保存，回到服务器，点 file， 把刚才 Python 文件夹底下2个文件全都拖进来，很快就会上传好。然后到 console 里去，点一下 start， 这样它就开始启动了。第一次启动用了1分钟左右啊，这样我们就看见了结果。把绿色的这些字选中一下，然后复制到这里来测个数，点一下订阅分组，到这里来测个数，点一个加号，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点确定，选择刚刚创建的分组 Command V 或者 Ctrl V， 把结果粘贴进来，选右击测一个速度，很快啊，大部分都是能用的。结果负1的话，基本上做一下优选 IP 就可以了。优选 IP 之前也讲过，那 Python 的服务器就讲好了。我们之前还有一个是 Node.js， 点一下首页，我们看一下这个 Node.js 的如何部署。先点一下检视详情，记得要更改密码，我是已经改好了。然后点 Go to Panel， 第一次进来状态也是 Offline， 也就是它是停止的。点一下 Startup， Node.js 的版本号用它默认的就可以。向下拉，它的启动项的名字必须叫做 index.js， 点一下 Network， 复制一下端口号，保存到你本地。这会依旧用的是这位大神的 GitHub 仓库，希望你已经把 zip 文件下载好了。解压以后，刚才用了 Python， 这次用的是 Node.js。隧道的话，你可以用同一个，也可以自己再建一个，记得子域名要改一下。我是创建了一个新的，方法一样，就不再赘述了。把该保存的保存好，生成一个新的 UUID， 然后复制一下，保存到你本地。回到 Node.js 这个文件夹，打开 index.js。调一下位置。为什么打开 index.js 呢？因为在服务器 Startup 里面，你会看到它的启动项目就是 index.js。首先改一下 UUID， 复制一下粘贴过来，复制一下通道的 domain， 粘贴过来，复制一下令牌，粘贴过来，复制一下端口，粘贴过来，然后复制一下服务器端口号，给 SOCKS5， 给 HY2， 保存一下，其他就没什么了。如果你想，你可以改一下节点名称，选复制，粘贴到这里，向下拉，强度选中等，点一下 obfuscate 做一下混淆，混淆好了点复制，替换掉 index.js 的全部的内容，替换好了按保存，然后回到服务器，点 files， 进入刚才 Node.js 的这个文件夹，选中这2个文件，拖进去，把它上传上去，上传好了点 console， 点 start 按钮。这个比较快，启动只用了40几秒。点一下 Files， 在 Files 底下选择点 npm 这个 folder， 然后点击 sub.tsx， 选复制到这里来，点加号按钮，给一个名字，随便创建一个新的分组，点确定，选择新分组，粘贴，选右击，测一下速度，很快啊，3个结果就都出来了，全部都可以用。那么 Node.js 的部署也讲好了，也就是说 AdKeyNet 这2台服务器都可以用。这次讲了纯电 IP 申请 AWS 的免费云端服务器，也讲了 AdKeyNet 做 VPN，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谢谢。